其实你可能不晓得，我2个礼拜前在中国演讲，我公开呼吁我中国的伙伴们7000个听众，我说请到马来西亚旅游，请到马来西亚投资。为什么？因为你的语言不是问题，你的文化不是问题，你可以沟通。马来西亚有具备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已经具备有这样的一个战略价值。但是我更希望回马来西亚多做点事情，帮我们马来西亚的子弟们，不要说有能力有想法的只能去工厂，更重要是创造出一个生态系统，让大家马来西亚的每个后代们呢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机会的。当然这是个人的梦想，做得到做不到我不晓得。那有人说这个是滥情，这个是不对，就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想应该要做这个事。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受拷问的是台湾群联电子公司的总执行长潘建成。其实我相信潘建成这个名字呢，对大马人来说呢，一点都不会感到陌生啊。他就是 Pendrive 之父。那其实大马的科技业对于潘建成所创立的群联电子的发展也是非常密切在追踪。那么群联电子在科技业所扮演的角色还有贡献，其实都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它不断的一直在跟上时代的需求。目前世界上平均每4个固态硬碟就有1个是群联电子所制造的啊。那群联电子的这个核心产品一直以来都是以资讯存储技术，从个人消费产品一直转型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产品应用在工业、汽车、科技应用。那么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时刻呢，我们也看到群联电子也跟上了 AI 时代来研发新的产品跟运用啊。那今天我们就很高兴邀请到了台湾群联电子公司的总执行长潘建成来和我们聊聊群联电子的最新发展。潘董事长，欢迎你。任杰你好，你好，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跟马来西亚同胞们报告一下群联电子在过去这几年的一个发展。是潘董事长，那其实现在大家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 AI 的时代的到来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先来谈一下说，群联是如何的去迅速去迎接在这个存储市场当中，还有跟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技术，其实群联现在做出了一些怎么样子的一些新的反应呢？我简单把目前所谓大家所熟悉 AI 简单再做一个描述现在大家所谈的 AI 其实是一个生成式的 AI， 它可以呢这个系统可以主动生成你要的东西，不管是从文字到文字，文字到图片，文字到影像等等的。那从各位如果也注意到媒体的话，在过去这1年 NVIDIA 这个公司他们的生成式 AI 方案卖得非常好，那他们股价也成长非常快。最主要是因为这东西真的太贵，在过去这1年呢，能够买得起 NVIDIA 的生成式 AI 的方案，他们都必须要付出。我早上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说，总共这1年内呢，全世界 Cloud 公司花了500亿美金跟 NVIDIA 买他们的 GPU。其实有这么的一个投资，快速的产生各种各样生成的模型，其实是造福人类的。但是这边呢有一个盲点，盲点在于呢，普通的消费者、企业、政府，他们不一定愿意把他们的资料丢给云端 Cloud 那边去做所谓的训练，因为我的机密让你训练，那你就会了嘛？那我的竞争对手是不是一样可以取得我的机密？那第二呢，你如果透过云端的话呢，你最大问题就是你的费用，你这辈子大概就被绑架了。那企业要用生成式 AI 怎么办呢？只能自己花钱，好几百万美金、好几千万美金来建制。基本上中小企业是不可能的事情，包括我们群联电子。那我们呢，深刻知道我们公司的发展需要用到生成式的 AI， 但是我们也花不起这个费用，所以我的工程师们呢也很天才，他们呢就用我们自己开发出来的 SSD， 我们代号叫 AI100， 去取代了 GPU 里面大量的 HBM， 所以呢可以把原来我们计划要用200万美金才能买到的设备，我们用区的5万到10万块美金就可以产生一样的效果，唯一缺点就是时间比较长而已。我常讲，有钱人要从这个槟城到新加坡，你坐飞机买飞机就好了嘛，没有钱你骑脚踏车也是会到，比较久一点而已啦。所以我们这个方案呢，可以造福全人类在未来。那其实潘董事长，你提到这个方案，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近所要推出的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产品，叫做 Additive
是这个产品吗？是的，最近我们在台湾的展览，在美国 NVIDIA GTC 展览，我们呢大方的公开了我们的发明，我们取名叫 Adaptive 这个名义。我们在很快2个礼拜后在台湾也会有一个所谓开发者大会，我们也邀请了马来西亚 Mimos 的团队，还有一些呢这个软体团队到台湾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一起来开发未来符合全人类使用便宜的方案。是，那么这潘董事长，其实我相信你带领的这个群联电子你们总是会可以在这个市场当中去找到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 niche， 你们自己的一个自己的路线啊。那你觉得其实这个对于你们的公司来说，这个是未来会一直去朝向这个方向去迈进吗？就是你们在红海里面会找到自己的蓝海。群联电子从成立以来呢，第一，我们本来就不是工厂，我们是搞设计的，我们自己是设计产品的。如果今天群联电子还在自豪于我们还在卖所谓的 USB pen drive， 那这公司大概没有前途了啦。技术的进步是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新的技术，我们自己大量投资我们的这个资源，我们的费用在我们的工程师上面的目的也是培养大量的工程师去符合世界上必须要开发的技术，这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开发出新的方案。公司企业必须要获利，获利之前必须要能够投资。如果我不投资，我只能卖5年前、10年前产品，那这公司还是一句话，就没有前途了。是，那其实你刚才也提到关于这个培训员工，因为之前你有提到说要把更多马来西亚优秀的人才带到台湾培养，可能是送回马来西亚，或者是把他派遣往其他的这个东南亚的地区去进行未来的一些工作的规划。那不晓得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就把马来西亚人才带到台湾去培养的这件事情进行的如何了呢？其实我有观察马来西亚的一个情况了确实很多高中生进入大学之后，会选择去念电子、电机、资讯相关的科技的比例真的不高。去念所谓的 business， 去念 management， 去念这个 accounting 的反而比较多。因为马来西亚社会过去呢，确实有赚到钱的都是这个职业，工程师到最后就是去工厂。工厂就是 salaryman， 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环境造成的，所以我们过去其实也引进了不少的马来西亚的毕业生到台湾培养他，那他们这边其实过得还不错。我们最近呢也确实因应了全世界的这个局势变化了特别是2018年这个中美的关系，那看起来回不去了。我们呢也开始有在检讨，在海外必须要另外成立新的企业独立的经营。那我们在马来西亚目前也有个计划在进行中，那目前有好几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同胞，当然也有台湾的工程师表达他们要迁移回去马来西亚。了解，那其实，潘董，你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忍不住想要问，因为你之前其实有宣布说要在马来西亚来拓展就是贵公司的这个业务可不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这个最新的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有没有遇到怎么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在跟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在做访问的时候呢，你有提到说可能有遇到一些包括了像是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在这边跟我们再详细的说明？我这么说吧，马来西亚过去这个几十年来呢，政府的这种招商模式，他们基本上招的都是工厂。全世界的地方的工厂像封装，其实是好事当然很多工厂到马来西亚去制造就业机会，然后呢带动当地的繁荣是好事。但是往深一步看呢，如果只仰赖工厂的话呢，会产生比较多的问题，是说它的附加价值太小。那对于所谓的这个设计前端的 front end 这种东西呢，还是发生在美国、台湾、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就是做所谓制造，那附加价值上不来，那相对呢，对于所谓的员工的配也上不去。群联电子做设计的，我们在台湾，我们去年的研发费用就用了150亿台币，大概3.5个亿美金。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费用确实是很贵。那我希望去马来西亚做的事情是做设计、做研发，同时带动我们相配应的这个 ecosystem 生态的伙伴也一起到马来西亚去，看看能不能用3年、5年、10年时间来建立起一个 cluster，
那这 cluster 以后呢，可以独立运作，自己设计东西，自己在当地生产，再从马来西亚出口去销售，而不是仰赖呢 MNC 美国公司啦、中国公司啦、台湾公司来发案子过来做。那遇到的困难，确实是马来西亚的政府官员们呢，过去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要必须一直的在倡导，一直要在给他们这个灌输这个做设计的这个重要性。那第二个呢，做设计马来西亚的 home market 还是太小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检讨的。那看看怎么来拓展。如果说成立一个公司之后呢，让这个工程师，因为马来西亚我必须要说，确实市场上找不到我们要的工程师，我们要从学校毕业生找进来去培养，这个就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可是根据过去经验呢，你只要培养起来之后呢，新加坡的来啦，美国的来啦，中国来给你2倍4倍薪水，跑掉了。那我就变成免费的这个补习班。我想一想，为什么做这个事？所以我们在谈说，怎么能够让我们在马来西亚新创立企业可以 sustainable， 可以自己获利，可以自己有走独立的这个路线，可以让员工愿意长期留下来。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我觉得是不要做比较好，因为到时候做白工了。是。那很多的台湾企业呢，其实都有这样遇到相同的问题，就是都是各个行业里面的所谓的黄埔军校啊，然后培养出了人才，然后就让美国企业，像刚才潘董讲的，就是让新加坡的企业给抢走了。那但是这可能就是一个未来企业要去面对，特别是台湾企业可能甚至是马来西亚企业都要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如何留住人才。那不晓得潘董你在这一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思路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把好的人才或者是我们长期培养的人才给留下来？我必须要说，很多全球大企业去马来西亚，他根本就没有要留不留你的问题，反正我付得起钱你就来，我不要你把你裁掉，你要走随便你，反正他最根源的设计不在马来西亚，是在他们的其他总部里面，所以他某种程度也不在乎。可是呢，我想要去做的事情是重新再成立一个新创事业，是新创事业哦。这事业并不是听命于台湾，他不是我的员工，他自己是老板。那我就要协助他能够从无到有，这条路怎么走？第一个，去年台湾我们有技术，我们有经验，我们有产品，我们必须要把东西呢快速的转移给他们，然后呢把他们教会他们。教会他们之后呢，我希望他能够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获利。然后呢，我认为要留住人才，我们发现到，如果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不走上市的路线的话，你不可能留住员工的。印度号称有最好的科技人才，可是印度有没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好像没有。所以他们人员流动力其实非常非常快，但是他们的这个雇佣他们的人，他们不在乎，反正我有钱嘛，我可以找得到人嘛。但是我们不是这种信念，我们要就是培养他，训练他，然后呢，让他可以安居乐业，在公司里面呢可以做得好好的，他可以得到他应有的报酬，这样子呢才是马来西亚长期的根本。了解。那么其实潘董，根据你刚刚所分享的，就是马来西亚的情况的话，似乎现在要把台湾你在过去在台湾训练电子的一个整个的成功的经验，要复制在马来西亚，似乎还是会有一些的挑战的啊。那不晓得你是否有思考过说，那如果是以马来西亚以及周边国家在一起，大家共同形成一个聚落的话，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是否是可成的呢？去年在台湾24年，我们大概前面3年半4年，我们就证明我们可以做得到了哈。那2015年我们到了中国合肥去，也花了3年时间证明我们培养一个新团队也培养起来，这个企业目前做得不错，很快的会在中国上市。我们有过这2个经验之后呢，回去马来西亚，我认为以我这个思维，失败的机会不会太高，但是会不会保证成功，又要回到政府的态度跟政策。如果政府的资源还是放在工厂上面的话呢，我们会很吃力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很想要去做这个事，但是我还没办法完全的确认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我们要等到政府的政策态度更明显之后，因为我们这个投入不是只有金钱投入，是全公司资源的投入，所以要做一定要保证能够成功。那至于说能不能以东南亚当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 cluster 来做，我认为有现实的困难。第一，语言的问题，种族的问题，
每个政府的利益的问题，所以我更认为说呢，我们先用我们力量在马来西亚把它做好，以马来西亚为东南亚中心，再来南瓜东南亚未来的这个生意跟市场。那有没有必要再去其他的邻国呢去做一样事情？我觉得那是以后我们再来探讨的问题。了解，因为其实根据之前我们访问刘振东的时候呢，他有提到说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那刚才潘总你也有讲到说，现在的这种去风险的这个趋势啊，这应该是回不去了啊。现在这种 China Plus One、China Plus Two 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底下，我觉得马来西亚政府他是有看到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那也是希望说可以借着这个机遇去来带动马来西亚的第二次的经济奇迹或者是经济腾飞啊。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其实现在遇到的最现实的问题究竟有哪一些呢？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您带领之下，群联电子，即便是在美中的这种竞争底下，其实你还是可以得到双方的信任，你还是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国家一起来合作。其实这背后的秘诀究竟是什么？我这边两个问题我来回答。第一个，确实中美关系是回不去了。那很现实也看到，过去这一年马来西亚得到了很多新的机会，可是这个新的机会99.9%还是工厂。马来西亚呢，目前呢是全球第6大的电子这个出口国，但是你没有发现到，我们所认知的全球的科技强国，美国、中国、韩国、台湾，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设计团队，马来西亚还是以制造为主。那我刚才念到这几个国家的 IC 设计团队，99.9%都是从新创事业开始的。可是这些新创事业成功之后，到了马来西亚去，它是 MNC， 它去那边设置 subsidiary， 请大家来打工。打工后，大概率在马来西亚不太会创业了，因为马来西亚没有这个风气嘛，所以到最后马来西亚就是打工跟工厂一样，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只是我们再往上一层。我以台湾来看，台湾从农业社会转进工业社会，靠的就是 PC 产业，从制造开始，后来呢创业走入所谓设计，带领台湾现在是全球一个很重要你不可以忽视的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地方。马来西亚呢再往下走，经济要成长，有制造是一个根本是好事，但是怎么往上提升是设计。回到中美的问题部分呢，我们是一个中立的团队，中性的团队。我们本身第一个拥有大家需要的技术，大家需要的服务。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那中国要走自己的国产路线，很早以前我们就有察觉到，所以我7、8年前在合肥就一个团队，这团队已经完全切割出去了，他独立运作了。我们只是一个股东的关系，那他做他的生意，我做我的生意。同样道理，马来西亚再过一段时间，印度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要说，我要有自己的产业。可是培养一个产业，中国从无到有也花了40年的时间，30几年、40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不开始做，40年以后也不会有。我在讲设计这一块了，所以，群联之所以能够一路走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很相信技术是根本，技术要投资。我们很努力把技术做得很扎实。那我其实也看到了，其实董事长您在另外的这个访问里面有提到说，其实群联电子也跟着现在的科技不断的进步呢，你们也有走到不一样的发展啊。除了从过去的这种汽车工业，还有军事，甚至到现在 AI 时代，甚至是5G 的时代啊，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聊一下，其实现在这个通讯的技术从一直进入到了5G， 到了甚至是6G 的时候，其实这个对于你们公司来说，它代表着一个什么样子的意义？如何去推动你们公司的发展？群联电子呢，我们只做一个生意，我们是做 storage，solid state storage， 用的就是 NAND flash memory。群联电子呢不做 NAND。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些团体可能给了一些错误信息，在政府单位说群联电子没有了不起，他不会做 NAND。我本来就不会做 NAND，NAND 不是 NAND 就像稻米。你要买土地去种稻米要花钱，这不是我做的事。我是买稻米做加工品，我买 NAND 用我的控制器的技术做成各种各样人类所需的加工品。基本上所有电子系统都必备要有 storage， 就像人要吃饭一样，每天都要吃。那你传输速度越快，资料传输量单位时间就传输越多。传输过程中要储存你需要 storage，
就是刚好回到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的生意我必须要说做不完，因为新的应用，你汽车要 storage， 你卫星要 storage， 你外太空要 storage， 你飞机、你的手机我们现在在这个在线上打电话，你的后台也需要大量 storage， 所以我们生意是做不完的。那好处是我们生意已经没有 newcomer 了，因为这个门槛太贵。你试想，我们一年就花3.5亿美金，我尽量花4.5亿美金的研发投资，新创公司来不及了，所以这是我们很好的时机。那我更愿意把我的这套成功的方法带回去马来西亚，希望在马来西亚可以培养出我们当地的工程师，我们跟当地工程师可以自己的经营自己的企业，那去服务其他邻近的国家，走向全世界，带领马来西亚呢创造出一个生态系统。最后我当然希望说马来西亚也可以因为有这样子呢，更多全球各地的人去那边做设计，是做设计哦，不是做工厂哦，然后提升当地的所得，提升当地的这个优质的生活。我想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呢，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听您这样子分享呢，让我就感觉到说你对马来西亚是有一定你的愿景的，但是其实这个市场呢，它又充满着挑战哦。那其实潘董可不可以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这么执着，还是想要在马来西亚来做一些什么事情？是因为你本身是来自这片土地，对这个土地有感情，想要为它做一点事情，还是你看到这个国家它即使是有潜能，还没有完全被发挥出来？其实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马来西亚存在马来西亚很多问题，这问题我不说了，因为说了真的会得罪人哦。它存在的问题，那我在全球各地跑，大部分的我的供应商客户都以为我是台湾人，我说我是马来西亚人。我们马来西亚官员还有人误认我是中国籍的公民但我要澄清，在海外30年，我还是马来西亚国民，我还是认为呢，能够多做，替国家多做事，我们愿意多做事。马来西亚呢，其实有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华文交易。其实你可能不晓得，我2个礼拜前在中国演讲，我公开呼吁我中国的伙伴们7000个听众，我说，请到马来西亚旅游，请到马来西亚投资。为什么？因为你的语言不是问题，你的文化不是问题，你可以沟通。马来西亚有具备这个优势，所以尽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帮我们的母国多做点事。去投资呢，我必须要跟你讲，如果搞 IC 设计搞什么，去中国是最快的，我们做好了 ，OK。其实印度也邀请我们印度也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他们协议结束之后呢，我应该要飞过去，在他们的新的领导的见证下呢，我们会有一个签约的活动在印度。印度很重视我们，欧盟2个礼拜前飞过来，我们的伙伴找我们说，希望我们比照印度方式，在欧盟也协助他们成立一个 IC 设计团队做 storage。为什么？因为 storage 关注到国家的安全。如果你国家没有自己的安全的 storage， 人家放了后门，你怎么知道？你资讯不安全。所以我们已经具备有这样的一个战略价值，但是我更希望回马来西亚多做点事情，帮我们马来西亚的子弟们不要说有能力有想法的只能去工厂。更重要是创造出一个生态系统，让大家马来西亚的每个后代们呢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机会了。那当然这是个人的梦想，做得到做不到我不晓得。那有人说这个是滥情，这个是不对，就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想应该要做这个事。其实非常佩服潘董对于马来西亚这一块土地上面的这种的负担以及愿景那么也希望这个国家以及这片土地能够相等的来回馈您，然后也希望你在马来西亚接下来的这些计划呢，也真的都能够付诸实行那今天非常谢谢来自台湾全联电子公司的执行长潘建成潘董来接受我们财经拷问的访问，谢谢你。谢谢仁杰，感谢您。现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呢，可以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